上去，不然在急诊都没有办法休息。结果我上去之后，不夸张，大概有10几个护士就这样围绕在爸爸的病床前，然后开始帮他弄东西啊，然后贴了很多，做了很多检查，然后我爸爸都说他血都快被抽光了哦。然后我就当下就想说，哦，这一楼的那个护士特别服务特别好。然后结果过没多久，我就被叫出去外面，医生就跟我说，你爸爸的状况其实没有很好，因为他感染的指数很高，然后他缺了很多，就是很多抽血指数都不合格，然后包括他早上跟下午照的 X 光，大概进程很快，就是那个感染的指数非常非常快，所以他就给我2条路选择。他说，第一条路就是现在马上插管进加护病房，第二条路就是让爸爸自然的这样子慢慢的走掉。我当下真的是那个心情是很五味杂陈的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然后我就跑去病床旁边问爸爸，我说你要插管试试看，或者你要就这样子慢慢的去见上帝。那时候爸爸还没有受洗哦，爸爸跟我说，我要来去弟兄的，我来做耶稣好了。然后当下我就知道爸爸的心可能也有一点点绝望，然后也有觉得对耶稣有一点点的相信，觉得神可以带他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样。那我当下我就打给慧君姐，然后请杨牧师赶快到医院来，趁爸爸还清醒的时候为爸爸祷告，然后为爸爸受施洗这样。因为之前我有问过爸爸说，那我请牧师来医院帮你受洗好不好？因为爸爸本来是今天要跟妈妈一起受洗的，对。可是当下我问了医生，医生说爸爸可能不会超过那一天的周末。那一天是礼拜3，12月14号是礼拜3。医生跟我说，应该是大约礼拜天就会，如果没有插管的话，就会这样子慢慢的走掉。结果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神是多么的奇妙。那一天下午，杨牧师来医院帮爸爸受洗完，我们一起走出病房门口的时候，医生护士小姐就拿了2张通知单给我，要我签名，一张是病危通知，一张是放弃急救同意书。我当下签完之后没有想太多，因为我就真的当下就觉得神可能要把我爸爸接走了。结果那一天晚上我陪在爸爸的身边，爸爸那一天晚上要睡觉之前，因为爸爸已经有长期失眠的问题，他都睡不好，他很容易咳嗽，因为肺部感染的问题，所以很容易咳嗽。当天我就跟爸爸说，爸爸，我们来睡觉，然后睡觉之前我们来祷告，祷告完我就放诗歌给你听，我们来宣告神掌权在这里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相信神掌权。弟兄姐妹，当天祷告完之后，爸爸睡着了，爸爸睡得出奇的好，爸爸几乎没有什么咳嗽。就在那一个晚上，很多事情改变了。隔天早上看到爸爸的气色，哇，这根本不像病人嘛！他还半夜凌晨5点多还自己爬起来站在床边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然后爸爸就叫我，看到他站在那里我都吓死了，因为他是在前一天或者是前些日子，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，因为他没有力气，因为生病的人就是很软弱。可是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，神就这样子带领着爸爸在这一段病程当中不断的在经历神，不断的在荣耀神，不断的在见证神的荣耀。我觉得这是很美的故事。以前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其实是很冷淡的，我跟我爸爸是不太会讲话的。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过去的种种影响到我们2个，常常虽然我是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看到爸爸，我还是常常不太知道该跟他说什么。可是，在爸爸生病的这段过程当中，我
慢慢的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。神告诉我说，要恢复关系，要恢复关系。要怎么恢复关系？我跟爸爸已经20几年的关系都是这样子，很冷淡，怎么恢复关系？神用话来安慰我，他说：“我有靠着我加给你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有我的爱，才能让你去爱。那你觉得你不可能爱的，所以我就开始跟爸爸传福音。在一开始，爸爸还没有被诊断出是淋巴癌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传福音。那时候爸爸就听，可是他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回应，然后一直到某一天，有一天爸爸跟我说：“我想跟你去教会看看。”你知道那种心情多愉悦吗？因为你知道说神感动了他的心。爸爸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从来不觉得他自己是可以去相信某个东西这么的深信的，对。可是他竟然跟我说他要来教会看看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请台南晨光的家人，然后台南晨光的家人就说要去探望爸爸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在我爸爸家唱了一首诗歌叫《恩典之路》。那一天是礼拜一，然后在同一个礼拜的礼拜五，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成员，然后我们祷告会的成员就去到了爸爸家，完全没有串通好，也是唱恩典之路。在爸爸受洗的那天，牧师也说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《恩典之路》。在昨天晚上，我就跟爸爸分享，我说神在对你说话，神在对你说话。你听到了，在你最需要神的时候，神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你，告诉你说一步又一步都是恩典之路。所以不要沮丧，不要灰心，即便现在身体很难受，神都告诉你他与你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看到10天前的爸爸刚才在 video 上面是这样，可是10天后，神却奇迹的让他可以走到我们当中，然后可以见证神那美好的荣耀。我实在觉得神很了不起。神一直不断的透过爸爸的事情，爸爸生病，然后认识主，然后跟主呼求的这种，然后也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带导，然后让爸爸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生命当中的改变，以及他是怎么样被神摸着，被神带到这里面来。我觉得在这里我看见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当我们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爸爸昨天也告诉我，他说他在医生发出命为通知的那一天，其实他觉得没救，他觉得他完蛋了，他觉得他死定了，对。可是当我们在绝望当中跟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救我们！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！不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感谢赞美你的时候，神迹就在此刻发生了。这就是神那美好的应许跟美好的作为。虽然爸爸有时候还是会失望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关系改变了。我没有骗你们，在这段爸爸生病的过程当中，我跟爸爸讲的话大概几个月，大概不到6个月的时间，我跟爸爸讲的话应该是过去20几年的好几倍。你们可以想象吗？以前爸爸从来不会问我的生活，不会问我的工作，我也不会去跟爸爸分享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。可是现在我们是可以有很多话可以聊，他可以为了我的工作顺不顺而担心而流眼泪，然后我们会彼此分享我们彼此，今天在医院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在工作上发生什么事啊？然后聊他的孙子啊，然后我们会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透过神然后让我们看见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生命很美好的改变。从以前
我们几乎不讲话的两个人，到现在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的两个人，就在短短半年之内。这是在我去年的圣诞节完完全全没有想过的，可是神却在今天成就了，这是多美好的事情。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唱到说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你是我的主，超乎万民之上的耶稣。真的，神耶稣就是这么奇妙的神。谢谢各位。